要来48个钟头内查飞扒皮糖油库。你去省市啊？现在这样宿舍我就到了。这事情了。北京国际电影节是我们云霄之上的一个福地。获得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摄影奖的是毕鑫君《云霄之上》。天坛奖最佳男主角的是团体男演员7个演云霄员之上上台去领团体男主角，历史上都是少有的。获得最佳影片奖的是《云霄之上》。最佳影片奖是由巩俐跟姜文整个团队兴奋的全部在拥抱着。电影《云霄之上》讲述的对象是这一群中国历史上被忽略掉的一群人。唱歌1935年10月份，丽水这个地方，3000人的红军被白匪第18军消灭掉了，只剩下几十人。男主角洪启成从废墟里面爬起来，接到了军令，在48小时之内要炸毁弹药库。他集合了散落在各个地方的那些军人。命令就该当兵的，当兵的不要个责任。有的受伤，有的小孩，有的人说要回家。兵员军依袭命令，让他们个孙子在。这一群人又被很多敌军包围，只能是凝结在一起。我自己感觉到这一群人太孤独了。我们都是用长镜头、残酷的战争，用诗意的方式去给它呈现出来，烟雾缭绕，把色彩消解掉，非常迷离的那种色彩。这部片子制作成本才300万，所有的主创人员都是我们中国美术学院自己的老师跟学生组成的，不拿一分劳务费的。很多大咖们，包括像徐小明、万马彩蛋，都是不收费的。战争片很费钱的，道具是破坏性的，一件衣服就是说能拍个2次，枪支打一枪10块钱，打一枪10块钱。有些那个机关枪叭叭叭叭叭，一开枪他马上几百块钱就出去了。也可以就是说小哨子走到红旗。我前面筹备了半年多时间，到那个红2代、红3代他们的家里面去采访。挺进师关于红军这些支流上面的，在历史书上面其实是很少记载的。我们把很多真实的历史事件组织在一起来写剧本。一开始看景的时候，横店有2500亩的长征园，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些景没有任何质感。我们宁愿到海拔2000米高的崇山峻岭里面，路边上就是悬崖，就80年前红军战斗过的地方。夏天非常热，一稻谷全是刺，都像那个锯齿一样的。演员们在里面一遍一遍的刨。陈伟星他非常敬业，中暑晕倒了好几次。在那个溶洞里面，那一场炉子爆炸掉了，100多度的水泼到那个脚背上，一层皮全没了。第2天又要拍水里的戏，他还是要坚持自己。渡江这场戏是最危险的，它是一个水库，一脚踩下去可能是10几米，演员都是要撞到水里面去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。挺进师牺牲了3000多人，就100多人，有敏智的，还有一些名单压根不知道。哇，一个人，他从出生到参加革命，最后牺牲了。小人物都是在整个历史当中被淹没掉的。这一群无名英雄，我特别希望能重新用电影的方式展现给我们今天的社会。
我们要去怀念他们，牢记他们。